每天人类都会从各式各样的油田里提取石油，这些油田的石油储存量通常都很大，有些甚至可以高达上亿吨。而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，石油是远古地球上的生物留下的遗骸，在地下的高温高压环境中形成的。这就不免令人好奇，一座油田就有上亿吨的石油，远古地球上真有那么多生物吗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，煤是远古植物形成的，石油则是由远古动物形成。据此，我们很容易认为石油主要是由像恐龙这样的大型动物形成的。然而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，现代石油的主要贡献者其实并不是远古地球上的大型动物，而是海洋中的那些微小的浮游生物。其形成过程大致如下：海洋中的浮游生物死亡之后会留下大量的遗骸，其中的一部分会沉降到海底，在缺氧静水的海底环境中，这些遗骸会与海底的泥沙等无机颗粒融合成富含有机物的淤泥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淤泥层的上面又会不断堆积更多的淤泥层，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地球重力的作用，它们就会不断的下沉，被埋得越来越深。随着深度的增加，环境温度和压力也会不断上升，淤泥层也会经过生物化学、离子催化、热解等一系列的作用，逐渐浓缩成一种被称为干酪根的蜡状物质。干酪根可视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前体物质，如果将其进一步加热，它们就会转化成液态氢和气态氢，其中液态氢就是原油，通常我们也将其称为石油，而气态氢则被称为天然气。如果深度的继续增加，那么当环境温度达到了大概60至150摄氏度的时候，干酪根就会大量转变成为石油和天然气。在地下的高压状态下，液态的石油和气态的天然气通常会向上移动，当它们遇到渗透性很低的岩层之后，就会被困在那里，并逐渐形成石油和天然气大量汇集的区域。这些区域也就是所谓的油田。所以我们的问题就细化成了，远古地球的海洋中真的有那么多浮游生物吗？其实我们只需要看看浮游生物在现代地球海洋中的规模，就可以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浮游生物是指在水体中随水流漂浮的微小生物，包括了浮游动物和浮游植物。虽然它们的个体很小，但是它们的数量却极为庞大。根据发表在《自然》杂志上的一项名为《海洋科学浮游生物的力量》的研究，在任何时候，现代地球的海洋中活着的浮游生物都至少有10亿吨。研究人员指出，这个10亿吨只是活着的浮游生物的生物量，并不包括死去的浮游生物。由于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寿命通常都比较短，一般只有几天到几周的时间，因此如果将死去的浮游生物也包括进来，那么在1年的时间里，现代地球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的总生物量估计将达到450亿吨的规模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所有的浮游生物最终都会形成石油。根据科学家的估算，由于海洋环境、生物吞噬、细菌分解、沉积条件、温度范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只有1%的浮游生物最终能够形成石油。也就是说，以现代地球的情况来看，每1年大约会有4500万吨浮游生物有望在遥远的未来形成石油。尽管我们不清楚远古地球的具体情况，但一个合理的推测就是，在过去的很多时间段，地球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的总生物量应该与现代地球相差不大，特别是2.52亿到6600万年前的中生代，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应该比现代地球只多不少。实际上，科学家也曾利用多种年代测定法对现代地球上的石油进行了测定，结果表明，现代地球上的石油大约有70%确实是形成于这段时期。想象一下，平均每1年都有4500万吨浮游生物有望在未来形成石油，而仅仅是中生代就有长达1亿多年的时间，我们根本不用去计算，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庞大的、令人吃惊的数字。所以在现代地球上，一个油田就有上亿吨石油，
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现代地球上的石油很多，但它们的总量终究是有限的。除此之外，人类使用石油作为能源，也会使地球的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持续增加，进而引发全球变暖的趋势。所以，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，未来我们应该转向使用更清洁的能源，比如说太阳能、风能、水能、核能、地热能、潮汐能等等。我们人类目前使用的能量主要来源于煤、石油、天然气等化石燃料。相对而言，煤是最容易获取的。煤在地球上分布得非常广泛，尽管厚度超过8米的煤层就可以被称为特厚煤层，但有些区域的煤层却要比8米厚得多，其厚度可达到100多米，甚至更高。那么，煤真的是植物形成的吗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，煤确实是远古地球上的植物形成的，其形成过程总体上可以分为2个阶段。第一阶段被称为泥炭化阶段，在此阶段，微生物不断地分解植物遗骸，并不断地发生合成作用，如腐殖化作用、生物化学凝胶作用等，最终就会形成富含碳、氢、氧、氮等元素的由高等植物形成的泥炭，或者由低等植物形成的腐泥。第二阶段被称为煤化阶段，此阶段需要地壳的沉降来进行配合。当泥炭或者泥煤所在的地壳发生沉降时，周围的温度和压力就会逐渐升高，其中的氢、氧、氮等元素的含量就会不断减少，但碳元素却会保留下来。如此一来，其他单位体积的碳含量就会逐步提高，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，就形成了褐煤。褐煤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煤，在此基础上，如果地壳继续沉降，那么褐煤所承受的温度和压力也会继续升高，这会导致其中的氢、氧、氮等元素的含量继续减少，而单位体积的碳含量则会继续增加。随着这种过程的持续，褐煤的密度和硬度就会因为压力的提升而不断增加，颜色也随之逐渐变深，从而形成了烟煤和无烟煤。实际上，人们常在煤矿的横截面上发现一些树木的纹理，而在某些煤层中还存在着煤化的植物化石，这可以认为是上述理论的良好证据。所以，煤是由植物形成的这种观点，如今早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。100多米厚的煤层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特厚煤层的形成依赖于有利的沉积构造条件，其中丰富的水资源、茂盛的植物以及迅速稳定的地壳沉降是必不可少的。因为水的流动性不强，其带来的泥沙等碎屑沉积物就很少，所以在这种环境中的沉积物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植物。植物一代又一代的生长，并以稳定的速率沉积。第一代植物的遗骸会被第二代植物的遗骸掩埋，第二代植物的遗骸又会被第三代植物的遗骸掩埋。在经历了泥炭化阶段和煤化阶段之后，这些沉积物就会形成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层层叠叠的煤不断的堆积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100多米厚的煤层。那远古地球上真的有这么多植物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整个地质年代中，地球上的煤主要形成于3个时期，分别是古生代的石炭纪和二叠纪，中生代的侏罗纪以及新生代的古近纪。在这些时期里，地球上的气候温暖又潮湿，植物在地球的陆地表面大量生长，为特厚煤层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。正如我们前面所说，只要存在合适的沉积构造条件，煤就会一直形成。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，即使是煤层的厚度每年只增加 0.01 毫米，在1000万年以后，它的厚度也可以达到100米。而上述的3个成煤时期，每一个都跨越了数千万年的时间。由此可见，100多米厚的煤层看上去似乎厚得离谱，但是考虑到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，这又显得合情合理。有意思的是，根据研究人员的初步勘测，在南极洲也存在着大量的煤，仅仅是南极洲东部冰盖之下的煤储藏量就高达大约5000亿吨。那么这些煤是怎么形成的呢？
其实这可以通过地球的板块运动来进行解释。由于地球的板块运动，地球表面的陆地其实一直都在以非常慢的速度移动。在3亿多年前的石炭纪，它们几乎全部都聚集在了一起。那时候，南极洲所在的陆地正处于气候温暖的区域，其地理构造又能够让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深入陆地，所以南极洲上的植物就长得非常茂盛。直到大约1.65亿年前，南极洲才开始缓缓地向地球的最南端移动。这段时期正是地球上的第一个重要的成煤时期，因此南极洲存在着大量的煤也就不足为奇了。